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发进展情况。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与制造一直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被称为心脏病。虽然多年来用户单位、工业部门和诸多的航空爱好者为此痛心疾首，但由于航空发动机被认为是航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的集大成者。国外的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是通过近100年的努力才积累出来的，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我国的航发技术的研发起步比较晚，中间还经过了一定时间的耽搁，所以从总体上是落后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对俄罗斯技术和产品的引进，我们国家的航空总体技术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先后推出了歼10加走的多个型号，以及歼20第4代战斗机和运20战略运输机。但这些型号在研制定型过程中和服役的初期，基本上采用的还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发动机，严重的制约了总体产能的提升。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投入，下大力气提高设计制造能力，但是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依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最近中国航发动力公司发布了2021年的半年度的报告，提到3代机工艺不断趋于成熟，4代机关键技术能力大幅提升，5代机预研技术持续突破瓶颈，具备1、2、3代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的总装试车能力，以及4、5代机的试制能力。这其中的第3代航空发动机指的是用于歼10C、歼15、歼16、歼20等现役型号的发动机，比如说涡扇10、涡扇13等。它们相当于俄罗斯R31和美国的 F110系列。从中航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3代机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的生产，但是成品率和生产效率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所以会有3代机工艺不但趋于成熟的表述。和任何工业部门一样航空发动机也要在批量化的生产当中不断的发现问题，改进工艺，解决问题，最终达成成熟。一款航空发动机从投产到成熟，需要用去10万以上的飞行小时，或者说10几年的时间，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所谓的4代机指的是相当于美国 F119 或 F135 航空发动机，这就是 F22 和 F35 战斗机的动力系统。在这个领域美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连俄罗斯也没有彻底的掌握相关的技术。中国在4代机方面距离产品的定型和交付还有一定的差距。所谓的关键技术能力大幅提升，意味着关键指标还没有达到设计的要求，但是希望很大。所谓的第5代航空发动机，就是美国正在研制的变循环发动机。这种发动机跨越了此前航空发动机的分类的方法，可以在涡轮风扇涡轮喷气甚至是冲压发动机之间切换。飞机在什么模式下飞行，就切换到最适合的发动机种类。这项技术的难度巨大，美国也才刚刚进行了几千小时的试车而已。中航发在第3代航空发动机生产工艺没有最终固化，第4代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尚未成功的情况下，勇敢地迈向第5代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是非常大胆，也非常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在国防工业的其他领域几代产品同时研制、同时进展并不罕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兵器工业当中，就出现过1代坦克改进、2代坦克定型和3代坦克研制同步推进的局面。在航空领域，成都飞机公司曾经出现过2代机的歼7、2代半的飞机飞豹1、3代机的歼10和4代机的歼20同时出现在试飞场上的景象。这是中国国防工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奇观。这并不是四面出击因为不同代次的产品的研发之间是有关联的，特别是先进一代产品的研发会给前一代产品的生产定型提供重要的支撑。中国航天
在研制长征5号火箭的过程中，就开发了一大批先进的工艺和技术。他们反腐了老一代长征3号火箭，带来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大幅度的提升。如今呢，航空发动机领域也出现了齐头并进的局面。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或许到2025到2030年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航空发动机就可以正式的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彻底打破西方国家的优势了。好，这节话题说到这里。